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来讲一下贝利的实战报告了。算是实战报告吗？我自己也不确定，因为现在埃及其实也可以用装备跟军器了，所以跟一般的 KVK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，只是不同的地图上它有不同的效果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你在不同的剧本效果也是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埃及也可以作为参考，可能打法会有点不太一样啦。OK， 那么首先呢，我是用项羽搭配贝利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报告，因为项羽它很容易被激活的关系啊，所以我出来的报告就不太好看。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么多报告呢？也是给大家做个对比，在同一个时间，我的其他队伍被人家围殴的时候，还有我自己的队伍被人家围殴的时候，出来的效果会变成怎样？像是我的项羽最快被激活，你看第一份报告就是他，最快死回去的也是他，所以报告就没有这么好看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对比敌人的。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贞德、贝特朗，反而是有赚的，比较起项羽，他的报告是有赚的。再来就是司机的，司机的也是最后被打死，但是他的报告不会像刚刚那个关羽这么夸张。你们可以看到关羽后面的血线是后面直接压下去，然后再继续打，所以报告才这么亏。再来萨拉丁的，萨拉丁的表现还比较起刚刚的项羽、贝利还要稍微好一点。这个是霍去病，霍去病表现比较好，他最后也是被打死，但是他在死之前呢，也是有赚了不少的击杀。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，在死之前都有打到不少的部队。OK， 那么我们不要看最后项羽被打死的时候，我们先看之前，他如果是去打敌人的话，可以赚到多少击杀？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他太早被围殴了，他激活速度太快了，所以没有多好看。再来就是贞德被激活，贞德被激活也是不太好看了，也是亏大概1倍左右了，但至少比较起刚刚那个项羽还是稍微好一点了。项羽这个太夸张了。再来这个也是项羽，这个就还好一点，因为他不是在中间就马上掉血了，他是到后面的时候才被慢慢打死，所以这个就稍微好一点点。OK， 也是一样，接下来也是用项羽搭配贝利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统帅表现先。如果是用贞德搭配贝特朗的话，出来的效果还稍微好一点点，因为最后队伍也是被打死的。我们点开报告看，在被打死之前表现还算可以吧。这个报告是全部都被打死了，这个是被打死之前，差不多1比2左右。然后再看一下司机的，司机没有被打死，司机的话就大概赚了4倍左右。然后项羽也是大概4到5倍左右，所以严格来讲，你要用项羽搭配贝利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只要你不被激活啊，出来的效果都是不错的。当然你要用你的队伍去围殴其他的敌人啊，你会打的情况下，而且其实也看到蛮多敌人也是残血了，追击咯，打法不一样。再来这个是贞德的，也是贞德，贞德这个有好几份报告，在前期的时候是赚了，小赚一点，到后期被打死的时候就亏了。这个主要是贝特朗的原因啊，贞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贝特朗比较烂一点了。再来就是司机搭配查士丁尼，报告也是不错的。在之前我有分享过了，查士丁尼刚出现的时候，我有用司机搭配查士丁尼做过测试，报告还可以的。再来这个是项羽、贝利，也是一样，也是差不多1比5左右，1比4、1比5左右，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接着贞德佩特朗也是一样，有打好几份报告。在死之前打的报告真的只是最多1比1而已，没有到特别好看。下一个就是霍去病威廉，报告就稍微好一点点，比较起贞德，在他阵亡之前，报告都是赚蛮多的，都是赚1倍以上。
各位可以自己查看，都蛮不错的。是到后面被打死的时候就稍微亏一点，不过整体报告看下来不会亏太多了，反而还小赚一点。司机最后被打死，但是也没有亏的这么夸张。再来这个是萨拉丁里程柜，反而有赚，最后是被打死，被打死也是大概1:1左右而已。接下来我记得换统帅了，接下来好像是用司机搭配贝利了。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统帅先。真的贝特朗依然如此，没有赚，而且小亏一点点。再来这个是司机贝利 ，OK， 对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司机贝利。不过后面他是被围死的。整体来看的话，也是大概1:1左右而已，没有到特别亏啊。因为主要司机不是第一优先集火目标。再来这个是萨拉丁里程柜。他的报告最后也是被围死的。整体报告来看的话还好，跟真德差不多吧。真德贝特朗。再来霍去病威廉，也是小赚一点，最后也是被打死，还可以。项羽查士丁尼跟真德的情况差不多，这个就是整体报告，你们看到都是接近差不多的。刚刚的司机也是差不多的。再来另外一个司机的报告，这个是打了好几场啊，打敌人都剩下不多的兵量，还有打一些建筑，然后这些是正常的队伍，他们又跑回出来打架了。然后整体报告看起来是赚了大概6倍左右。那这个是项羽搭配查士丁尼，报告出来大概是赚了4倍吧，接近4倍。如果是霍去病搭配威廉，差不多接近5到6倍左右。所以霍去病还是算是比较强一点的，比较起其他统帅。然后这个萨拉丁里程柜赚3倍，这个就没这么漂亮了。接下来应该也是最后被打死的，这边被打死就亏了2倍。在前期就是有赚的，第一份报告特别赚，然后其他统帅应该也是差不多这样子，蛮接近的。不过项羽的还是偏难看一点啦，真德的好一点，萨拉丁也是差不多。反而霍去病搭配贝利的时候就小赚一点点哦，你们有发现到吗？所以我才要把这些报告全部收集起来给你们看个对比，我其他的统帅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出来的效果会变成怎样。那这个是司机的司机也是赚的，所以这边只有霍去病跟司机的报告是赚的，不过也可能这个报告是下一份了。如果是霍去病搭配贝利也是赚的，项羽搭配查士丁尼差不多，司机搭配威廉差不多，真的就小亏。再来霍去病搭配贝利小赚一点，项羽搭配查士丁尼小赚一点。不过比较起项羽，霍去病还是高一点点，他的重伤比没有这么多。然后萨拉丁里程柜就没有这么好。司机威廉好，比较好一点。真德比起前面那4队比较好。接下来就是项羽贝特朗，这个也是换了部队啊，变成真德了。这个时候，当我用真德贝利的时候，这里是亏的，应该是被打死了。然后霍去病威廉是赚了，萨拉丁里程柜小亏，真德贝利小赚，这个是另外一批了。霍去病威廉报告 OK， 这个是真德贝利，比较起霍去病威廉，霍去病威廉还是比较厉害一点。然后项羽贝特朗比起真德贝利还有霍去病威廉没有这么好。这个是萨拉丁里程柜，
比较起前面差不多吧。霍去病威廉差不多1比1，然后司机查士丁尼也是接近1比1。项羽贝特朗就稍微好一点。贞德贝利跟刚刚项羽贝利差不多，接近，这2个接近。再来后面这些报告，因为敌人已经跑过来了，基本上我是直接被打死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参考。所以严格来讲差不多啦，跟我其他的部队算起来的话差不多。算下来平均是可以用的啦，贝利。所以最后就看你们要不要去觉醒贝利。我个人是觉得一般般吧，没有太让我感到惊讶。因为我是想着说他会不会报告是特别夸张的那一种，就会让我感到很惊讶。实际上还可以啦，不过还是会选择威廉优先啊，贝利跟威廉这2个。因为野战的话，感觉真的不太能看出他的表现在哪里啊。当你们用贝利打建筑物集结还有旗帜之类的，比较效果明显一点。如果打野战部队的话，因为他缺乏那个 AOE 啊，如果他原本有 AOE，他那个觉醒技能可以让其他的部队都中招的话，其实效果会更好一点。不过现在就是没有啊，所以要不要觉醒贝利取决于你们自己啦。我个人觉得中规中矩吧，不算特别优异。但是你说贝利烂了，也不至于到贝利非常烂啊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然后我那些装备全部都会放在画面了，你们应该刚刚也看到，因为我这一次用 iPad 录音的关系啊，所以画面有一个空位啊。可以给你们直接看到我用什么装备跟军器。当我用不同搭配的时候，这边我分别是用了4个搭配嘛，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？其实搭配每个统帅都不错的，是看你怎么选择而已。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项羽他死得特别快，然后当他被围殴的时候，他的报告是最难看的。没有办法，他死得太快了。如果你们是考虑到贝利好像他的实用性不是这么重要的话，你干脆就把这2个放在一起吧，我个人是这样子想啊。因为你讲把威廉给项羽又好像不太合适，把贞德给项羽死得太快又减少了他的作用，而且贞德是少数在骑兵里面有 AOE 的你给了项羽之后，你还有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看吧，你们有3队骑兵的时候再打算咯。像我现在是用项羽贝利，然后司机贞德，霍去病威廉，这3个是基本上已经固定了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